疫情后，日本旅游大复苏，国际旅客在日消费创新高，但也有很多的日本人苦不堪言，甚至批评是观光公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过度旅游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日本的河口湖车站外呢，有一间 Lawson 超商，因为背后的富士山景色优美，被誉为是日本最美 Lawson， 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打卡。但你知道吗？这个美景未来可能拍不到了。有很多的游客为了拍照，随意的穿越车道，阻碍交通，让当地的居民忍无可忍。最后，当地的公所决定要设置高为 2.5 公尺的黑色布幕，阻挡游客拍照。而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京都岐原的花见小路一带。很多的游客为了拍摄艺伎跟舞伎，不只会埋伏等待哦，还会跟踪他们，被批评呢就像狗仔队一样。当地也决议呢要设立看板，禁止游客进入私有道路。除此之外呢，日本的镰仓、北海道也都出现了过度旅游的问题。那到底日本的过度旅游有多么的严重？目前有哪些对策？这些对策真的有用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的工作有需要管理团队、经营电商或是采购销售吗？你平常使用的协作平台真的好用吗？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来自比利时超实用的商用软体 Odoo。Odoo 主打一站式管理公司业务哦，不管是后端还是前端的营运管理，通通都有。如果你要开店，从网站制作啊、员工管理、仓储到会计结算，都可以在 Odoo 上面搞定。他们的平台有超过70个管理营运的模组等你使用，完全不用自己开发。而且它的界面也非常的简洁，操作直觉，就算没有任何的程式背景，也能够轻松上手。最重要的是 ，Odoo 超值又实惠哦，一个价钱就能够享用全部的模组功能。有兴趣的朋友，马上点击资讯栏的链接，赶快去试用吧。要谈到日旅大爆发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先来谈谈日本政府对于观光旅游业的态度。过去日本主要是以国内旅游为主哦。2012年，日本接待的外国旅客只有800多万人次，不只输给泰国、韩国，跟当年的台湾相比，也只多了100万人次左右。但面对超高龄化的社会，日本有劳动力不足、本土旅游萎缩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动能。2013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喊出了 Japan is back 的口号，并且配合安倍经济学的政策，透过日币贬值吸引国际观光，第一次让观光人次突破了1000万。之后，日本更推动一系列的观光配套，像是推出旅游交通券啊，或是让观光客可以免税等等，吸引了以中国游客为首的爆买团，大量的购买电器啊、化妆品，大大振兴了经济。2019年访日旅客呢有将近3200万人次，比2013年多了2倍，创下了历史新高。那虽然疫情一度让日本的旅游业低迷，但开放之后，日本观光又再次迎来了新的高峰。2023年的5月，日本解除边境管制，再加上日币大贬值，吸引到了很多的国际游客。2023年日本的外国游客人次就已经达到了2500多万，是疫情前的80%。今年日本观光局跟预估将会有3300万的国际旅客到访日本，可能会打破2019年创下的纪录。而这波疫后的报复性出游呢，也带动了日本经济复苏，摆脱疫情阴霾。2023年，外国游客的消费金额达到了 5.29 兆日元，创下了2010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点，而其中台湾游客的消费占比最高。但是大量外国旅客蜂拥到观光地区，也带来了过度旅游的问题。过度旅游指的是游客过度集中，对于当地的居民跟环境造成的负担。在日本有些网站甚至会用观光公害来形容这种情况。而过度旅游主要带来的3大问题，首先是交通大乱。日本镰仓的江岛电铁又被简称为是江之电，因为沿线有很多知名景点，包含了《灌篮高手》片头当中出现的平交道、镰仓大佛啊，以及鹤冈八幡宫等等，吸引到了很多的游客造访。但同时江之电也是当地居民通勤的主要交通工具，大量游客常常挤爆月台排队人龙还会蔓延到车站之外。在日本黄金周时，当地居民得要排队超过1个小时才能够搭上电车，严重的影响到了上班啊、上课的日常作息。而北海道也出现了严重的交通问题，很多的游客为了方便跟时间弹性，会选择租车自驾，但因为不熟悉路况、雪地的驾驶技巧以及右驾的通行方向，很容易发生事故。北海道租车公司表示，当地有大约70%的交通事故都是观光客租车引起的。对当地人来说，自驾的游客增加了马路的危险性，也对其他的驾驶跟行人都造成了威胁。
此外，大量的游客也很容易带来环境污染。自从日本富士山在2013年被列为世界遗产之后，就从人山人海演变成了人满为患。疫情之后，情况又变得更糟了。每年的7到9月呢是富士山的攀登旺季，2023年登顶的人呢比2019年增加了17%。有人形容现在的富士山呢就像是迪士尼乐园一样的拥挤吵杂，严重的影响野生动物栖息。大量人潮也带来了超乎预期的垃圾，很多的游客呢会把便当盒、保特瓶或者吃不完的食物随手丢弃，造成环境污染。有员工表示他们每天从富士山回收的垃圾，有的时候会超过100公斤。当地官员甚至语重心长地说，富士山正在痛苦的尖叫，必须要快点的解决过度旅游的问题。而同样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合掌村，也有居民抱怨，很多游客呢会把暖暖包丢在马桶，造成阻塞，或是偷偷把垃圾藏在积雪当中，但等到融雪之后，就会遍地垃圾，让居民不堪其扰。类似的脱序行为还有很多，有些呢还会侵害到当地居民的隐私，甚至引发了安全疑虑。在京都以花街文化闻名的祇园呢，有部分的游客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之下，会跟拍艺伎或是舞伎。当地人说，成群结队的游客呢，就像狗仔队一样，会拿着相机对于艺伎或是舞伎猛拍，甚至呢还会挡住道路，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以及个人隐私。另外，游客的危险行为也是很多日本人的关注重点。我们前面有提到，日本河口湖车站外的这个超商呢，因为有最美 Lawson 之称，吸引到了很多的游客。但因为超商前的道路狭窄，常常造成人车争道，非常危险。滋贺县琵琶湖旁边的白资神社也曾经因为有游客为了要更靠近湖边的鸟居，直接穿越大马路，造成死亡事故。这些危险的行为不只是影响到游客的生命安全也让当地居民担忧，如果发生意外，自己会变成加害者，所以不得不采取最后的手段。目前的应对措施呢，可以分成3类。第一是设立障碍，像是祇园呢，就曾经在2019年设立禁止游客对私有道路拍照的看板，而今年呢又更加进一步的直接禁止进入私有道路，如果违规会罚款1万日元。河口湖的 Lawson 选择架设黑布阻挡民众拍摄富士山，琵琶湖白资神社呢，则是装设高约110公分、宽100公尺的金属栅栏，希望能够阻止游客随意的穿越马路。第二类的应对措施呢是交通分流，像是镰仓的江之店沿线居民可以事先申请证明书，当排队人潮太多的时候，就能够优先的进入车站。而京都呢，也在今年的6月预计推出专为游客设计的观光特级巴士，除了能够让游客更快速的前往清水寺银阁寺等等景点，也减少当地人呢挤不上公车的窘况。那最后一个手段就是课税了。目前大阪府已经开始向游客征收住宿税，只要1个晚上的房价超过7000日元，就要征收100到300日元的住宿税。山梨县议会呢也通过新的条例强制对于富士山的登山客征收每人2000日元的通行费，并且限制1天的登山人数最多4000人。除了希望解决富士山登山步道拥挤的问题，也有更多的经费来维护环境的安全。不过，有部分的人呢，对于这样子的应对措施抱持着不同的看法。首先，很多人认为装设障碍跟禁止进入的路牌，不只破坏了景点的美感，也没有真正的解决游客太多不守秩序的问题。比如说 Lawson 前面的黑布，反而可能让游客改站到马路上面，甚至还有中国游客呢挖破黑布拍照。而白资神社的栅栏虽然加高了，但还是有游客不顾警告，钻过栅栏的缝隙拍照，根本防不胜防。再来，也有人认为呢，山梨县限制富士山的登山客1天只能够4000人，实在是太宽松了。2019年，也就是疫情爆发前的1年，登山人数超过4000人的天数只有10天。2023年呢，更只有5天。很多人质疑这规定呢，对于富士山拥挤的现况可能没有帮助。而且富士山的主要登山路线有4条，只有1条在山梨县，其他3条呢都在静冈县。静冈县只有禁止登山客在下午4点到凌晨3点上山，除了自有乐捐的保全协力金，也不会额外收费。很多的山梨县摊贩担心，游客反而呢会去走静冈县的登山步道，那不止没有解决拥挤的问题还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所以有很多人在问，日本政府到底在干嘛？为何都没有统一的措施？其实，在2023年的10月呢，日本观光厅已经把过度旅游当作是全国性的问题。他们认为在某些地区跟特定时段容易发生过度拥挤以及旅客的脱序行为，不只会扰乱当地居民的生活，同时也会让游客的满意度下降。那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他们主打2大方向。第一呢是解决游客过度集中的问题。
具体的措施有4个，包含了改善交通以及基础设施，强化管理景点的进出限制，分散并且平均各景点的人潮，最后是加强劝导游客的不当行为。未来呢，他们会跟20个示范地区的居民合作，提供相关的经费跟支援，再将成功的案例推广到全国。第2个方向呢，是提升乡村景点的吸引力，来分散游客。目前日本观光厅选出了11个具有高附加价值的景点，试图减轻游客过度集中都市的压力，其中包含了北海道的知床半岛。2005年呢，知床半岛被认定为世界遗产之后，就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但也引起了环境破坏、影响棕熊栖息地的问题。后来当地政府开始控制游客数量，特别要在棕熊活动频繁的季节里面，只有在官方认证的向导陪同下，并且付出5000日元的预定费才能够进入园区。这样不只能够保护环境，也能够为当地的导游带来收入。那因为日本观光厅的对策才刚推出半年了，实际的政策成效还有待大家后续的观察。在进入观念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呢，看到有些人会批评日本政府一直在推观光立国，怎么反而大家去了，居民又抱怨是观光公害，甚至呢会觉得提出限制措施的人实在是非常的扫兴。但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日本人对于经济成长跟过度旅游的两难。一方面呢，有很多人靠着观光收入改善生活，但另外一方面，当地人的生活被打扰，引以为傲的文化被破坏，确实是非常的难以忍受。而这也让我们联想到，过去台湾开放中国旅客来台，虽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成长，但也有很多人抱怨知名景点交通大乱，部分旅客行为脱序。甚至还有人批评，因为中国旅客太多了，很多业者呢只想要赚快钱，没有提供相对应的旅游品质，反而搞烂了台湾旅游的形象。而这类的批评呢，其实在疫情期间也层出不穷。台湾的国旅大爆发反而让很多人抱怨国旅贵又品质差，还不如出国。所以我们认为，日本处理过度旅游的思维，可能也蛮值得台湾借鉴参考。所谓的观光旅游呢，除了景点要能够吸引旅客之外，可能也需要搭配交通规划、人数管制，甚至是更深度的旅游体验，才能够确保业者、环境、居民跟游客都能够获得好处。此外呢，我们也蛮认同日本政府推广更多优质新景点的做法，这不只可以舒缓热门景点人潮压力，也能够让观光经济效益持续的扩大，利用高品质的旅游体验吸引旅客一去再去。那当然啦，我们也不是什么旅游专家，如果大家对于解决过度旅游有更多的想法，都欢迎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哦。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在了解日本过度旅游的问题之后，你还会想要去日本玩吗？可能会考虑换去别的国家，人太多玩起来也很不尽兴。B 还是会去日本只是换成一些比较冷门的景点。C 一样会去热门景点，只是会更注意观光礼节，尽量的不要带来困扰。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日本的过度旅游。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国旅以及 Safari。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